约会总迟到，少则半个钟头，长则遥遥无期，谁也不可能跟你约会超过3次吧？咱俩今天约会第3次。我是因为没办法呀，我妈现在还攥在你手里呢。那别说是我在这等你吃饭了，我就是让我守在手术室外边，特别枯燥的等你，我也得啃呐。就算你妈攥在我手里，我也不会强人所难。你这属于用词不当，有点像我大师兄的女儿。她前一阵在学校造句，写的是爸爸的脸蛋上有很多皱纹，然后老师给画了一个大叉。为什么？少写一个脸字。哎，那我得跟你约法3章。以后约会迟到前后不得超过3个钟头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咱俩约6点，你早不能早于3点，晚不能晚于9点，因为9点人家这儿就不让点菜吃了，咱俩也不能一直都在这家吧？那我也没有晚过3个钟头啊。你怎么没有啊？上次咱俩约好去南汇乡下秋游，说好3点见吧，你8点都还没有来呢。我那次快把自己给饿死了。那次啊，那次比这次还倒霉呢。你知道那次我费了多大劲把那人脑袋缝上的吗？人的脑子啊，有点像豆腐脑，吃过吧？就像刚崴出来的豆腐脑，一整块一整块的。他那个就像刚吃剩下的豆腐脑，全是渣儿。我怎么觉得我不饿了呢？这是螃蟹，不是豆腐脑，口感、味道全不一样。咱俩能不能再约个约法3章呢？以后在饭桌上呀，咱俩就别谈论病人了，让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菌。脑外科是最干净的，不懂了吧？不像别的外科，做一手术，不是这儿烂就是那儿烂，哪儿都是脓。肿瘤你也见过，一点也不害怕，我长得还挺漂亮，对吧？你还没见过猪肉绦虫呢，那东西排到脑子里，最长的一条2米多，我弄出来的。能别说了吗？我反正是看到我的未来了，结果2种：一，急速瘦身，反正现在什么东西我也不想吃了；二，胖成大妈，什么事儿都听习惯了以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些话拌成调料，越吃越香。你这样，下回你要开新戏的时候，我就天天陪你吃饭，你就瘦了，对吧？有点不详啊，医院对吗？喂，我在医院附近啊。啊，好，马上回去啊！你把2拨人分开，不用叫警察啊。现在就要走啊？行吧。怎么办呢？走呗。这卡能打折啊，密码666。这边还有吗？没了。再请你吗？对不起，10块。脑外科的大夫来出急诊的，医院规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人死了？没有啊，没死怎么打起来了？不是说来的时候就没有生命指征了吗？那是一个开宝马7的主，一什么家族企业的董事长。人妹妹听到消息后，打着飞机就过来了，哭着喊着要探视。那给他探啊！探了，已经通融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他也有个3长2短的，你们这是杀鸡取什么知道的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有3长2短了。他刚进来的时候各项评分只有4了，你知道吗？说2句。怎么了，大姐？还有霍医生，这人不讲理，拿一破纸非要往那床头上贴，不让贴就你不贴。少说2句，少说2句。怎么了，大姐？他刚才非要贴个符贴进去，非要进去，是在什么当地特灵的什么庙里求来的，怎么都控制不住他。他这就……大姐，
有什么事儿您说。倒杯水来。我跟他倒了，他不喝。我不喝。大姐，我是病人的主治大夫，有什么事儿您都可以跟我说。啊，您是大夫？是。就是这符，是要贴到床头的。三娘子说了，福在命在，福掉人亡，我是一定要贴的。是这样啊，大姐，咱们医院不让随便贴这种有宣传性的东西，要罚款的。哎呀，你真愚昧啊！它不是宣传东西，它是保命的符。你要罚钱是吧？你要罚多少呀？我有钱的，我有钱。你罚多少？你罚多少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钱的事，里边您进去看过吗？看过是吧？墙上有氧气管，有电线，有好多的设备，你贴在那儿，到时候人一碰给碰掉了，不吉利吧？而且我们不可能专门派一护士给您看着这个吧？你说我们都给您看着，我们工作怎么办呀？是吧？他要掉的话，我们谁负责呀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是要贴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医院有那么多的病人，可是我就这一个哥哥，我们全家都指着他呢。他要是死了，这样，来，你拿一夹子。我离他最近，我是他主治大夫，你贴我后背上，好吧？哎呦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遇到好人了。哎呀，你可千万别让他掉下来了啊！霍医生，2号床没有血压了。啊？叫我说吧，你就算救不了火，你也不能惹火上身。人家正在失去家人的当口，你干嘛把人往死角逼啊？人家才36、7，这么一走，人全家人怎么办？你就算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，也不能这么做，懂吗？我怎么没有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了？怎么说话呢？谁没人性啊？哎，今日男的是他们家顶梁柱，是他们家利益所在。你说这男的要死了的话，那他们家就垮了。对，说到底都是私利。你说这男的送来的时候跟死人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有区别吗？没有。那咱们费了这么大劲是为什么？就为了每个月的3000块钱吗？不是，我是对得起我的职业和我的心。可他们呢，连最起码的感恩都没有。他难道要是救活了的话，那全都是什么3娘的福的保佑。他要死了呢，那全都赖咱们医院了。对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他干嘛不送进庙里啊？就是送咱们医院干嘛？没错啊，送庙里得了，送医院干嘛呀？你说？所以你说我说这话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病急乱投医嘛，这种情况下，医术只占1%，99%都是靠运气。再说了，他们临时抱佛脚，你就让他们抱一下，就算是满足他们抱的人心里了。受影响。哎，
不懂。我问你，你知道刮鼻子的刮怎么写吗？不就是那瓜吗？一看你就是语文老师死的早。来来来，是一个舌头的舌加上利刀旁。你直接说刮多了刮不就行了吗？不专业。我就喜欢看你笑，你以后多笑一笑，我就开心了。我以前是很喜欢笑的，可是我现在烦恼越来越多了，每天都是开开心心上班来，生生气气回家去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还想当护士吗？虽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兴奋了吧，不过我现在还是挺喜欢这个行业的。哪怕别人骂你，大部分人都挺好的呀。你知道上个月出来那个王妈妈吗？她今天路过这里，专门给我带了点心呢。是吗？我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越富的人呀，他就越不知道感恩。可是越穷的人呢，你像王妈妈，你对她好那么一点点，她都记在心里。像那些开宝马的什么的，你对她再好啊，都没有用的。我没有宝马，我就是穷人，我就知道你对我好。我对你本来就挺好的。我觉得呀，全世界哪儿都有好人，哪儿都有坏人，好人永远比坏人多，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繁荣嘛。别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咱们医院啊，现在是越来越乱了，每天都在上演打砸抢，这不全武行吗？我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的学妹们，进医院之前不光要学会打针，还要学会女子防身术。呀，你要是学会了，我怎么办呀 ？NND 呀？什么 ND 呀？是不是傻？奶奶的。说今天那男的他妹妹得有180多斤吧，他要真把我给砸了，那我不成半残了。NND， 对吧？好了吧，你发泄完了吧？没有。还没有？那你要怎样啊？唱歌给我听。别闹了，夜深人静的，你我要套了。听《长江7号爱地球》啊！哎呀，都晚了，你看都几点了？你唱不唱？你唱不唱？你唱不唱？啊，唱了唱了唱了。好啦，你帮我看点人啊。小点声。卡叽卡叽卡叽叽是什么东西？地球上最大秘密，我要告诉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它叫长江7。小小的朋友，太空来的小狗，长江7。妈，今天体温挺正常的，我拿去给医护士看一下啊。哎，霍医生，体温怎么样？正常37度。怎么样今天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霍医生啊，我这手术到底要不要做？我总不能老躺着吧？啊，这也太浪费国家资源了。你都躺着了，还担心国家资源啊？那还天天砍树呢。您就爱心养病。可是刘医生为什么跟我说这手术不一定要做呢？这一个医院的医生有2种诊断，你让我们病人相信谁呀？阿姨啊，是这样，医学啊，跟别的不一样，它本身就有多种选择，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计量单位，也不是一个论证过的公理。我给您打一个比方啊，现在有一种病，医学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如果做手术的话，术后无需服药，但死亡率有10个点。啊，你是说我这病，手术治疗的死亡率有10个点？哎，你不是说你动手术到现在没出过意外吗？我跟您打的是比方，不是你这病，啊，这个医学研究报告是美国的，离这儿好远好远的，踏实了。
那我接着把这比方打完，好吧？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就需要终身服药，那就要忍受长期腹泻和肝损伤。你说这肝损伤什么时候致命？谁说的准？对吧？那这个病的诊疗方案谁来定？医生还是病人？你定得了吗？定不了吧？刘大夫，我跟他共事多年了，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大夫，但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医疗观点上的分歧，目的就一个，把你的病治好。这么解释你明白？踏实点啊！那好好养着。啊，我走了啊。妈，我也得出去一趟，我还得见一个导演呢。我这样就快去快回啊。妈，你记得吃药。你怎么了？看起来那么疲倦，昨天晚上干坏事去了？昨天晚上有一个急救病人，2、3次都快不行了，然后忙了一夜，病人家属特别纠结，差点没打起来。那个病人后来死了吗？哎呀，人的生命真的是很神奇，有2、3次真的快不行了，我就往前坚持了一点点。我不知道他身上是什么东西，那么坚强地把自己拽回来了。那也不知道是他姐姐还是他妹妹，从庙里请了张符，非要贴在医院的墙上。啊！大家都不让，忙着救命的时候顾不上他。他抱着那张符在手术室门外跪了整整1夜，那么胖，人真的很不容易。那他再不容易有什么用啊？跪业也救不了命。其实所有的难度还不是都在你这里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手术室门外那些病患家属，好多都是2、3次接到医院的通知要准备后事，突然间又说病人又缓过来了。如果我是他们的话，我肯定也感激神灵的护佑，对吧？哎呀，反正我所见过的人当中，你是最特别的。你这个人吧，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强，让我佩服。明知不可为的事而为之，如果换作是我遇到这些不可为的事情，我肯定就先选择放弃了，因为放弃是最容易的。可是奇迹往往就发生在这一念之差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，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神明，人们心中的那些神明，还不都是你们在扮演的？如果你们这些医生真的要放弃治疗，我想到时候就是玉皇大帝来了，那也什么用都不管，是不是？管子一拔，什么都结束了。你说那个病人现在还在生死临界点上，生靠的也许是老天爷的帮忙，可死不死，绝对得看你们医生的态度。我第一次到医院的时候，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们，也不是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。我到了重症监护室，看着那些濒临死亡的人躺在床上，浑身插着管子。重症监护室里非常安静，但你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人对生命的坚持，那种不放弃，那种绝不放弃，那是希望。有一本书上说过，说这个世界上有3样东西对人类是最重要的 ：faith、hope、love。我觉得我能看到对这3个词诠释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在医院里。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。我相信，我非常希望和你在一起。你别学我。
我得回去了，我还有病人呢。一会儿郑爱萍会跟你做术前谈话。那为什么不是你啊？现在术前谈话要直击一拍，我怕咱们在里边做点什么不方便。美的，你瞎说。是真的。走了。那你注意休息啊，别太累了。走了。凶险，非常凶险。凶险。凶险，非常的凶险。郑医生，你找我？坐吧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家属呢？我就是啊。那不行，那必须2个家属以上。去把你爸爸叫过来吧，他必须在。啊。哦。把你爸叫过来，他必须在。你是1807王淑萍的家属？哎，是的，我是她丈夫。我是她女儿。是这样，王淑萍的手术定在本周4进行。按照惯例，我们需要跟你们进行一次术前谈话啊。谈话呢是针对王淑萍的手术进行的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了解你们病人家属的情况，还有你们的心态；另一方面呢，我会告诉你们一些手术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不确定因素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霍思淼跟我说，我来签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的术前谈话现在开始。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啊，基本上所有的手术意外都是由于出血导致的，特别是由于这个垂体瘤和颈内动脉的位置特别近，所以说手术当中稍有不慎，那个血噗的一声就爆出来，人当场就死在手术台上了。你舅妈死在我们医院里啊？什么时候？就是昨天晚上。我告诉你啊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舅妈呢到你们医院看感冒，医生说要吊水吊3天，那吊着吊着，昨天正好第3天，哎，吊死了。不可能。 No，
你都说不可能吧？你是医院的护士，你最专业、最懂了，你都说不可能，那问题就是在医院。你小点声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舅妈有没有心脏病、高血压？心脏病肯定是没有的，高血压嘛，她那么大年纪，总归有一点的。哦，高血压吊水会吊死啊！你瞎讲有什么讲头啊？脑溢血，医生怎么说吧？说，小美啊，我不是针对你啊，但是你们这个医院的医生，我意见很大，我很不能接受他们的态度。我们家里人死掉了，人死掉了，问一下理由，这个权利总该有的吧？哎，那个什么医生，嗓门比我还大呢，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说，哎，他倒嚷嚷起来了，什么解剖，解什么剖啊？你小点声。我们这个是感冒啊，不是不治之症啊，怎么会治死掉的？怎么会死的？什么原因啊？啊，药用错了啊，剂量用大了，还是那个什么滴得太快了啊？得有个说法呀，什么说法都没有，上来就解剖，搞得我们像骗子一样的，好像要讹医院一样的。不是，你先别生气，你现在不满意的是医院的态度，还是不满意解剖这回事儿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是态度还是解剖，我都不满意。送个感冒要解剖的，那发烧怎么办啊？发烧做标本了要？感冒怎么会致死？我这辈子没有听说过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说有什么道理？感冒会致死？这全世界听说过？你小点声。医院都什么水平？你说是不是？先别生气，我问你，跟你说这话的是不是医疗纠纷处的吧？就是他们。那我明白了。你知道他们这个星期被打几回了吗？他们这个星期被打6回了。他们会被打，奇怪了。你话不能这么说呀，有些情况你不清楚。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吧？你先别嚷嚷，你先坐会儿。我这么解释给你听，你可能会心里舒服一点。我不说中国，我说中国你不相信。我告诉你，美国每年因为多少人死于普通感冒？36000人，这个数字是网上公开的，你随便查都能查到。美国多少人口？2亿。中国多少人口？至少高于美国6倍吧。如果我们按中国每年死于普通感冒的人数20万算的话，这个数值都要低于美国的。所有的人都认为普通感冒是个小事儿，的确，普通感冒是不会死人，但是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。那么你舅妈现在正好不幸20万分之一。要查怎么查？人已经死了，只有解剖。解剖是最科学、最正确的办法。你要问我，我也没别的办法。那要是解剖完了以后还是没有说法，怎么办？这个应该不可能。我告诉你，绝对可能。为什么？解剖的医生都是你们医院的，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是的。我们又不懂的，剖了也白剖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劝你了。好，就算你要打官司的吧，你要打官司，你也要讲证据吧。你不让医院解剖可以，法医到时候还是要解剖的。你舅妈这刀跑不掉的。对，这小梅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态度不好，我不是针对你啊。没事。我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找点证据。我觉得医院肯定。等会儿找什么证据啊？就是那种重要的资料，出了事儿肯定都藏起来了，他不会让我们看到的吗？比方说那个。这个治疗方法不对啊，用药过量啊，你想想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局外人，拿不到这一手资料的。我先不说有没有资料这回事儿哈，你现在肯定是认为我们医院肯定是做了手脚是吧？肯定有的嘛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我们医院做了手脚，同学，你当我是谁啊？我就是一小护士啊，你以为我什么人物啊？我每天就手术室病房跑来跑去的。说的难听点，我除了我们科的大门，其他科大门朝哪开我根本不知道。不可能的！你在医院里工作那么长时间，你会拿不到资料？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搪塞我！我就是一小护士，你当我神仙了？是我们俩吧？他这个关系是有一点，但是人命两码事儿，这个要帮忙的。哎呦，对，谈恋爱呢是吧？那我先出去一会儿。是不是谈恋爱？我那个，我一个朋友，他舅妈刚在我们医院过世，找我打听点事儿。不是医患纠纷官司啊？不是先生，医患纠纷官司，你找他干什么？他一个小护士，连护士长都不是，你找他说有用吗？这是我们科原来的医生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你一定要找律师。有一个律师事务所，应该叫医群，就医生的医，群众的群啊。喂，
人没说要打官司。不是这种事儿，你肯定是要找律师办。人没说一定要打官司。不是你告诉人家一下，就是上网就查得到啊，上网就是。这样，你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给我打电话，你把你舅妈名字发我手机上，侧面我帮你问问吧，先好吧？你别急了啊，你这样问的啊？这找律师去。不是你什么群？医生的医，群众的群，啊。哦，那个上网之后什么电话联系方式都有啊。苗小红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不是你怎么看着我浑身不自在？你怎么了我？你没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？我有解释，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那种。你说来听听。我吧，手机关，加班，还拿我们当哥们儿吗？你跟医院有矛盾，跟我们有什么矛盾啊？诚心让我们1年找不着你，白疼你了。不是手机我必须要换，每个打个电话都说，哎，我找古医生，我挨个要解释，我现在不是医生，让医院开除了，换了亲戚，我那房子不是离婚了吗？我给前妻了。切，你觉得你的解释合适吗？合理吗？合适并且合理，所以我现在单身。那我觉得我们没什么可以聊的了。不，咱们可以聊的就是我现在单身，你是否单身？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干嘛呀？今天正式来泡我的呀？我正式发出泡你的邀请，而且晚上正式发出请你看电影的邀请，恐怖片怎么样？不看，每天就在演恐怖片，不用看了。行，那你不愿意那个看电影的话，我晚上请你吃个饭，然后问你点事儿。吴老师，哟，老二，你到医院不找我和老大报道，你站在这儿泡我的妞是吧？对，泡我半天了。不是，我是没来得及嘛，一会儿准备去看你们老大。不用一会儿，该吃饭了，宰他一顿。不是，别，你听我说，老二，不是不请啊，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，咱们改天行不行？不行，不去了。不是真有事儿，慢慢改天啊，真不去。去啊，我们去啊。哎，我真有事儿，老二。哎呦，我真去办事儿，帮爱记者把你电话发手机上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谢谢。你请我吃这个，还不如请我吃小龙虾呢。说什么呢？这比小龙虾贵多了，以前我请不起。不是大餐吗？一会儿有牛排呢，喝点皮蛋。我不喝。你不当大夫，大夫的规矩都忘了吧？下午还得回院。拿咖啡吧。行，我现在烟酒都沾，可报复我自己。对，你现在有钱，所以请我吃这个，吃牛排。以前你在院里的时候呢，你是全院第一抠，你走了以后，我现在是第一抠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这么有钱？哎，别说我了。对了，也没见到老大，老大最近怎么样？楠楠那边怎么样了？做透析呗，等肾源。那老大肯定压力挺大的。老大这人压力大吧，别人还没法劝他，你劝他他就劝你。这不是前2天科里，又出状况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，这是你母亲的头骨。为了方便你们理解，我把头骨打开。别担心啊，这是小脑，跟你母亲的手术没有关系。你们看，这个部位叫额叶区，这儿是脑干，这儿是脑垂体。你母亲的瘤子就在这儿，俗称垂体瘤。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呢，就会压迫到视神经，导致失明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任务现在就是
把它从这儿拿掉。这个瘤子如果任其发展的话，充其量最坏的结果就是失明。但是你现在要做手术，你看，这个瘤子离这个区域很近，这个区域是在手术中不能碰的地方，叫下丘脑。如果碰到了，非死即残。医生，这两个离得很近，那能避免吗？碰到的可能性很小啊。我们现在运用的都是微创显微镜技术，你看着好像是连在一起，但其实啊，在显微镜里面看还是有距离的，放心吧。但不代表这是没有可能的，这是大脑手术，跟其他手术不一样。大脑是我们的神经中枢，它负责支配我们所有的活动。如果做手术的时候，突然间出现了什么意外，那就是命悬一线、非生即死的事儿。你比如说，前几天我们科里啊有一台小手术，人推出来的时候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心跳骤停，不知道原因，人挂了。再往前几天，还是一个极小的手术，推出来大家喜笑颜开的，哎，没几天，胃大出血了，人又挂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母亲的那个床位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有新床位吗？那是因为之前的那个病人啊，推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把头骨打开一看，呀，血管畸形，没法办，没办法，又给缝上推出来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都不一样，人和人长得也不一样，理论的判断和实际的操作永远是有区别的，你们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哦。好像忘记带速效救心丸了。我找找，这儿。慢点。这不是前2天科里，又出状况了。这老大挨着个的给别人开会。咱们科不出纠纷那不正常，出纠纷很正常。跟你在的时候不一样了。现在去医院看病的病人兜里装一个 MP3 录音，然后弄得我们科里，一旦要讲手术风险的时候，我们支一个 DV， 录下来。这已经不是看病了，所以现在病人不相信大夫，大夫不相信病人，这病没法看，对吧？到最后倒霉的是病人。包括院里现在好多大夫，不是熟人的刀已经不开了，生的都推出去。不是都跟你们这么想，病人不等死啊？都跟他们那么想，病人等死。为什么？中国的医药事业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好，就是因为有我这么负责的好大夫，胆子又大，运气又好。要脸你！还有老大，胡泽新。是这样啊，手术做的越多，风险就越大。前2天老大也出事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开一个良性肿瘤，又开出一胃出血，人家病患青壮年就给他告。命，我跟你说，老二，这就是命。我和老大命都不好，不像你，怎么这种事儿就找不上你呢？啊，你命好呗。我不可能一辈子运气都好吧？我现在主修的是川渝鞋。不是，什么叫川渝鞋啊？补病历啊。你在的时候，你在的时候没有，就是补病历。再有吧，病历现在怎么个补法？你在的时候什么时候补？星期5做的手术，你星期1补啊。你比如说现在，如果病房里的住院病人突然有了问题，要做一个检查，我不可能到门诊把病历调过来，我开个单子就让他去做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做完检查，他要做手术，如果这个时候做手术出了事儿，病历上没写，我就死定了。所以做完检查我补病历，做完手术我补病历。行，你这种
超级步兵李大华得好好修炼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老二，弄不好出事儿了。你现在说话虚头巴脑。来聊聊别的。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混什么好差事啊？这么热天穿身西服，你不是眼毒吗？眼毒，你猜猜，就我这么大热天穿这么身西装，你说我现在干什么职业？不是猜猜吗？医药代表。你才医药代表？不，你要真干了医药代表，打声招呼啊，给我提成。少骂我啊！吃东西。我现在把手术协议的10条读给你们听啊。那等一下，医生，我记一下。1. 任何手术麻醉都存在风险。2. 任何所用的药物都可能产生副作用，包括轻度的恶心、皮疹等症状，到严重的过敏性。